大家好，今天与您分享5篇小小说。我的晚年。有一位老人用了毕生的积蓄，收藏了许多价值连城的古董。他的老伴儿过世得早，留下3个孩子，可孩子长大后都出了国，有了自己的生活圈。孩子不在身边，所幸老人还有个学生跟进跟出地伺候他。许多人都说，看着年轻人放着自己的正事不干，整天陪着老头子，好像很孝顺的样子，谁不知道他是为了老头子的钱？老人的孩子们也常从国外打来电话，叮嘱老父要小心，不要被学生骗了。我当然知道，老人总是这么说，我又不是傻子。终于有一天，老人过世了。律师宣读遗嘱时，3个孩子都从国外赶了回来，那学生也到了。遗嘱宣读之后，3个孩子都变了脸，因为老人居然糊涂到把大部分的收藏都给了那个学生。老人的遗嘱写着，我知道我的学生可能贪图我的收藏，但是在我苍凉的晚年，真正陪我的是他。就算我的孩子们爱我，说在嘴里，挂在心上，却伸不出手来，那真爱也成了假爱。相反，就算我这个学生对我的情都是假的帮我10几年，连句怨言都没有，也就算是真的。最大的炫耀。一老头骑3轮蹭了路边停的一辆路虎，正愁眉苦脸时，这时走过来一个路人。路人问，赔得起吗？老头说，赔不起。路人说，赔不起还不跑，等人家来找你啊。老头欲言又止，最终还是1步3回头地走了。这时这名路人拿出钥匙，开着路虎走了。人一生当中最大的炫耀，不是你的财富，也不是你的精明，更不是你的手段，而是一种简单的理解和体谅。轮回。多年前，每到清晨，他要送他去幼儿园前，他总是哭着对他恳求，妈妈，我在家听话，我不惹你生气，求你别送我去幼儿园，我想和你在一起。急匆匆忙着要上班的他，好像没听见似的，从不理会他在说什么。他也知道妈妈不会答应他，因而每天都是撅着嘴，边哭喊着我不要去幼儿园，便乖乖地跟着他身后下楼。多年后，他年岁渐老，且患上老年痴呆症。他在为生计奔波打拼，没时间照顾他，更不放心让他一个人待在家里。思虑再三，他想到了一个地方，在做出抉择的前夜，望着他进进出出，欲言又止的样子，他的神智似乎清醒了许多。儿啊，妈不惹你生气，妈不要你照顾，不要送妈去养老院，我想和你在一起。哀求的声音像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，变得越来越弱，最后变成了哽咽。他沉默了又沉默，反复寻找说服他的理由。最终2人的身影还是出现在了市郊那座养老院里。在办完手续做了交接后，他对他说，妈，我要走了。他微微点头，张着没有牙的嘴嗫嚅着，儿啊，记住早点来接我啊。那一刹，他豁然记起当年在幼儿园门口，自己也是这样含泪祈求，妈妈记住早点来接我啊。此刻
泪眼婆娑的他，别有一番滋味涌上心头。暗恋。毕业后多年，他收到了他的结婚请柬，犹豫再三，他还是决定去赴约。他变得风度翩翩，十分健谈，他的新娘也很美丽，让他心里一阵伤感。如果当年自己没有离开，那么站在他身旁的是不是就是自己？虽然心里很不是滋味，他还是要走过去给他送去祝福。这么多年没见，你变了好多。记得那时你没这么健谈，跟喜欢的人说话总是结巴，好腼腆。他顿了顿，继续说：没想到现在跟新娘说话这么流利，爱情的力量真厉害。他听后马上脸红到脖子根，说：真的吗？他突然就泪流满面，不能自已。借钱。老大的双胞胎儿子考上了大学，光学费就1万多。老大东奔西颠，跑细了腿儿，也没把钱凑够。为这事，老大吃不香，睡不安，抽起满嘴的燎泡。媳妇说：该借的都借了，实在不行，你跟老二张个口吧。老大一听咧了嘴。老大说：前年老二改鸡肠鸭肠，跟咱借2000块，可咱连110块都没借给他。这个时候找他，我咋开得了口？那咱儿子的大学就不上了？老大点支烟，狠狠地抽几口，烟雾缭绕，照着老大那张愁苦的脸。这时有人敲门，老大开门一看，竟是老二。老二左手一只鸡，右手一只鸭，风尘仆仆地站在门口。把老二让进屋，老大说：老二，你咋来了？老二放下鸡，放下鸭，抹一把头上的汗说：听说咱侄子考上了大学，担心哥凑不够学费，就给哥送来3000块。说着，老二从口袋里掏出厚厚一沓钱，放在面前的桌子上。老大羞愧难当，一张脸涨成红高粱。老大说：老二，哥对不起你，前年你盖鸡肠鸭肠，跟哥借2000块钱，可我……老二摆摆手说：哥的家境我知道，嫂子有病，2侄儿要上学，你打工也挣不了几个钱。再说你前年不是还借给我500块吗？500块？老大一头雾水。对呀，老二说：哥你忘了，那500块是你托咱娘捎给我的呀。好，刚才分享了5篇小小说，作者佚名，来源网络，感谢收看。